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葱油鸡这么好吃呢？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今天有时间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半只三黄鸡放在大碗中，加入1勺食盐和1勺普通面粉，然后下手给鸡做一个全身按摩。因为鸡皮和鸡肉紧密粘连在一起，表面有一层汗刺，腥味特别重。食盐有很强的穿透力，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。把鸡的全身都揉搓一遍，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腥味。揉搓成视频中这样有一些粘手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或者是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，直到把表面的一些面粉和杂质全部清洗干净。像这种新鲜的鸡肉是不用焯水的，所以我们清洗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鸡肉表面上已经处理干净了，但是里面还有一些内脏没有完全处理好，像鸡肺和鸡油我们一定要处理干净。鸡油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来炒素菜。鸡皮上面还有一些残留的鸡毛，我们也要处理干净，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影响口感。清洗过鸡肉的水还是非常的浑浊，接下来我们要用干净的清水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表面的一些面粉全部淘洗干净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放心。清洗完之后，我们直接捞出来控干水分，再次放回大碗中。接着就是关键的一步，准备多一点的开水，给鸡肉洗个热水澡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不仅可以去除鸡肉表面的一些腥臭味，同时还可以使鸡皮更加的紧实。烫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翻过来烫个2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把处理好的鸡肉控干水分。接下来准备厨房纸巾或者是干净的毛巾，把鸡皮上面的水分全部擦干净，这样更加方便鸡肉上色。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，准备一包盐焗鸡粉，2斤左右的鸡肉我们加入20克左右就可以。成分主要是沙姜和食盐，所以加入了盐焗鸡粉我们就不要加食盐了。加入小半勺的花生油，然后一碗洗净的小薯再次揉搓一下，把鸡的全身上下颜色。我们要尽量的多揉搓一会儿，使每一块鸡肉都能够裹上盐焗鸡粉和花生油。没有盐焗鸡粉也可以用黄栀子泡水，同样可以起到上色的作用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靠上锅盖或者是封上保鲜膜，像这样的冬天大约要3个小时，热天的话1个小时左右。利用这段时间，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。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切成厚片，然后再准备一个葱节。经过3个小时的腌制，现在的鸡肉也已经腌制上色了。接着把鸡肉取出来放在准备好的盘中，然后就是关键的一步，我们再次往鸡皮的表面刷上少许的花生油。加入花生油可以使鸡肉在蒸制的时候营养和水分不容易流失，而且蒸出来油光发亮，看起来也非常的有食欲。把准备好的姜片铺在鸡肉上面，把准备好的葱节放在上面。提前准备一个蒸锅，把锅里面的水烧开，然后把鸡肉放在蒸锅里面，靠上锅盖，全程开大火，大约蒸30分钟左右。如果是老母鸡或者是大公鸡的话，至少要蒸3个小时左右，因为三黄鸡比较容易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，一股浓浓的鸡肉的香味扑鼻而来。
能够用筷子轻松的插入，证明现在的鸡肉已经完全的熟透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筷子把表面的姜葱全部挑选出来，因为葱和姜已经完全释放出了香味。在不烫手的情况下，把鸡肉取出来。接着准备一个小碗，把鸡汤倒在小碗中。鸡汤有一点点咸味，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喝，可以加入开水稀释一下，用来煮面条也是非常的不错。接下来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今天的老姜不用切，像视频中这样拍一拍，把老姜拍成视频中这样细腻一点的姜末。拍的时候也要小心点，千万不要拍到自己的小手了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老姜里面的纤维挑出来。感觉不够细的话，我们用刀稍微的剁一下。饭店大厨都是用这种方法，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。全部处理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准备小把洗干净的香葱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来，葱叶留着下次炒菜吃。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我们尽量的切短一些，这样更容易激发出香葱的香味。全部切好，和姜末放在一起备用。接着把滚烫的花生油淋在上面，炸出葱和姜的香味。接下来简单的调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白糖，然后加入大半勺的生抽酱油，加入少许的蚝油提鲜，其他什么调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。然后再加入准备好的鸡汤，接着加入准备好的鸡汤，鸡汤可是灵魂所在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现在的鸡肉也已经完全的凉透了，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给下刀。鸡肉在给刀之前一定要完全凉透，这样我们在切的时候就不容易生散。鸡屁股我们直接切下来，喜欢吃的也可以留着下酒。接着把鸡肉剁成大块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鸡腿就留给小孩吃。最后把鸡肉剁成小块，我们也不需要剁太细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，这样才过瘾。剁好的鸡肉摆在盘中，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料汁淋在鸡肉上面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葱油鸡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这样做出来的葱油鸡，肉质鲜香滑嫩，而且营养十分的丰富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